李姐嫁给了摄政王，孕后为了顾宠，决意从娘家选个妹妹进王府。年龄最小的我被挑中了，她认定我是乖巧柔弱、对她没有威胁的小白兔，可她不知，其实我是藏起尾巴、精于算计的野狐狸。所有的懦弱无害都是我装出来的。王妃驾到！都起吧，自家姐妹不必多礼。长姐回府辛苦了，这裙摆沾了些浮尘，妹妹帮您理理。难为你这份心，这簪子赏你了。这只簪子足够我们姐妹几年的首饰开销。长姐出家后的富贵，确实让大家红了眼。到底是长姐命好，听说幼时就与王爷有交情，否则以咱们柳家这商人身份，哪敢攀不王府这样的高门大户啊？姐姐们都卯足了劲儿想进王府，哪怕是做妾，也觉得是泼天的富贵呢。你们只看到富贵，却不知刘锦华自私狠毒，她绝不会让人分走王爷的心。选人进府不过是找颗替她挡箭的棋子。等她生下孩子，这王府哪还有我们的容身之地？她要的不过是资质平平、胆小好拿捏的人，就像现在的我。这些才情在长姐眼里，可全都是要跟她抢男人的威胁。小九儿，你准备了什么？九儿不比姐姐没有本事，只会些手工刺绣的针线活，这是给小圣子的一点心意，长姐别嫌弃。小九儿很乖，难为你这份心了。你长姐挑中了你，这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造化。是，全凭长姐看重。进了王府，你要尽心辅助你长姐立足，只要她能顺利生下世子，咱们柳家飞黄腾达便指日可待了。和我预料的一样，我没有勾引男人的魅力，却是唯一表现出惦记他腹中胎儿的人。行了，小九，好生准备着吧。他甚至不曾问过一句：“阿娘去世后，嫡母待我好不好？”寒冬腊月，他看不见我缩在这没炭火的屋子里，也听不见外面的热闹。他的眼里只有那个摄政王岳父的空闲，他甚至忘了我叫什么。他只记得我是小九。小九儿，你也别急，王爷最近公务繁忙，这半个月本宫也没见着几回。九儿明白，九儿能有幸进京住进王府，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，一切听从长姐安排。姑娘，咱们进府都半个月了，面儿都没见着。王妃把你打发到这儿，离正院最远的地方，压根儿就不让你见王爷，你可怎么得宠呀？急什么？快了。长姐，九儿别的本事没有，但扎风绳、做木马这些小玩意儿还是在行的。九儿想着得空给小世子做些玩乐的物件。你有这份心，真是难得。管家，带九儿去库房，需要什么材料尽管取，不得怠慢。是，老奴遵命。谢长姐。姑娘，您整日待在这儿扎风筝，王妃那边可是一点见王爷的机会都没给您留。她不让我见谢意，无妨。我有法子
让他自己来找我。九儿替小世子恭贺长姐生辰。今日天气和暖，云淡风轻，不如长姐先带小世子放一遍风筝，全当是为小世子祈福了。长姐觉得可好？你有心了。来人，把风筝放起来。我果然眼光不错，选了你进府。小九儿，你当真懂事。这个时候，谢玉该下朝回府了。这风筝本就是放给他看的。知道王爷惦记着臣妾生辰，可也不能这么急啊！瞧跑得这满头汗，倒叫臣妾心疼了。这些风筝，小九儿，过来，快来见过王爷。臣女柳静默见过王爷。怎么不抬起头来？你害怕本王吗？王爷，小九儿在家里就胆小，您这一身官威可别吓坏了她。小九儿别怕，王爷私下里最是温和不过了。终于见到了现在的摄政王，可比当年那个在柳家后园哭鼻子的小胖子要威风的多了。确实长开了。今日王妃生辰，本王定要好好为你庆贺一番。咱们回正院吧。多谢王爷惦念，臣妾这就陪王爷回去。好好享受你最后一个生辰吧，长姐。所有的乖巧与倩妮瞬间夺去，这王府的女主人从今日起就该换人了。可真美啊！姑娘，今日王府大宴，王爷好不容易才瞧见您，您怎么推脱不去？这大好的机会，我不喜热闹。姑娘，王爷今日看您的眼神明明有戏，您却偏偏缩在屋里练字，这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正是因为见到了，才要让他见不到，只有见不到，他才会更惦记。今日那些风筝，和小时候我送给他的一模一样。临走时他看我的那一眼，我知道，他还没忘。烛火昏暗，当心伤了眼睛。王爷，九儿不知王爷驾临，失礼了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你这风筝扎得极好，这手艺是跟谁学的？忘了，好像打小就会，记不清是哪位师傅教的了。这风筝的骨架扎得极稳。静默，你当真记不得是谁教的了？兴许是小时候贪玩胡乱琢磨出来的吧。家中长辈总说这些技艺上不得台面，旁人见了要笑话的。九儿也只敢私下里摆弄，这可是阿娘手把手教我的。除了当年那个在柳家后园哭鼻子的谢小皇子，我谁也没送过。你和你长姐柳锦华年岁上相差几岁？回王爷正好3岁，虽然中间隔着几位兄姐，但都是庶出，所以年岁上差的并不算远。3岁。似乎确实比记忆里那个要更小一些。夜色深了，王爷千金之躯，若久留臣女就这偏远简陋之处，传出去恐对长姐名声不灵，实为不妥。还请王爷早些回正院歇息。你说的对，是本王疏忽了。如今王府里除了你长姐，也没什么新人。既然王妃特意推了你进府，本王便依了她的意思，让她选个良辰吉日为你办宴过礼吧。办宴过礼，那是侧夫人才有的体面，绝不会容忍我爬到她头上。与其等她翻脸，不如我顺势拒了，还能博个名声。王爷隆恩，臣女心领了。王爷敬重长姐，想给臣女一份体面，可臣女心中唯有惦记。长姐如今怀有身孕，操劳不易，若再为臣女的过礼办宴费神，万一雷击胎气，臣女万死难辞其咎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王爷若愿意留臣女伺候，让姐姐喝一碗臣女的妾室茶便好。我从未见过放着尊贵位分不要，主动求做卑微侍妾的女子。好奇吗？这就对了。有了这份好奇，再加上那只风筝的惦念，足够你花心思来探寻我了。好，既然你如此体贴王妃，本王便准了。
王妃，今日便传清墨过来为你敬茶吧。请长姐喝茶。往后九儿定当尽心竭力伺候长姐。既然小九执意不肯要侧夫人的位分，那便依了你的孝心，留在府里做个侍妾吧。小九如今已是侍妾，便该替王妃分担些辛苦。王妃怀着身子要好好休养，今日便由小九陪着本王去书房伺候吧。王爷说的是，九儿快随王爷去吧。清墨，瞧瞧本王这字写的如何？有些消瘦，缺了些丰润之气。你是第二个敢直接说本王写的不好的人。想来这第一个人定是长姐了。是啊，本王幼时暂住在你们柳家，有一回拿着树枝在池塘边写了个柳字，你长姐瞧见了，撇着嘴嫌弃说本王写的真难看。王爷和长姐如今能再续前缘，重拾儿时情分，当真是极好的造化。只可惜，本王离开柳州后，他生了场重病，小时候的许多趣事他全都忘了，如今倒成了本王一人念着，本王也不敢在他面前轻易提起，生怕他想得深了，又惹起头疼旧疾。果然如此，刘锦华冒名顶替了我，却连失忆的借口都变得一模一样。原来长姐还有这段苦衷。王爷如此体恤，长姐若是知晓，定会感念圣恩。见了那风筝，他已经起了疑心。今日写着柳字，又故意提起往事，分明是在逐步验证我。既然长姐忘了，王爷也别太忧心。往事如烟，只要现在长姐在您身边，那便是极好的。我不能直接告诉他认错了人，他如今对刘锦华还有几分真情，且他腹中还有骨肉，我要让他一点点自己发现真相，让他对我充满深深的歉疚。王爷，莫言好了，若无他事，九儿先告退了。怎么从书房出来了？王爷放你回来的。长姐，九儿有要紧事要禀告。出什么事了？神神秘秘的。九儿方才在书房，觉得王爷有些古怪。从昨晚到今日，他一直在跟九儿打听长姐幼时的事情。他都问了什么？问了长姐的年岁、喜好，还一个人在那儿喃喃自语，说什么似乎应该更小一些才对。长姐，九儿听得云里雾里的。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，但九儿心里明白，长姐才是九儿在王府里唯一的依靠，所以一听出不对劲，九儿就赶紧来告诉长姐了。而且，九儿刚才出来时，还隐约听到王爷跟身边的侍卫交代，说什么要好好去问问那几个从柳州跟过来的陪嫁。果然，这便是你的死穴。看来知道你顶替我的人，除了父亲和嫡母，就剩下你身边那几个亲信了。好，九儿。难为你对他这份心，你能明白姐姐才是你的依靠就好。这府里终究只有咱们血脉相连，还好有你，还好姐姐当初选了你进府。真是瞎扯，什么依靠？这些年我独自在柳家挣扎求存，只能自己拉扯着自己长大。这世上我能依靠的从来只有我自己。姑娘，出稀奇事儿了！王妃屋里那几个陪嫁丫头，今天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竟然互相争吵，打成了一环。哦，王府里规矩重，他们胆子倒是不小。何止啊！拉扯间竟然砸碎了御赐的剑丹和夜光杯，王妃气得当场动了胎气，大骂他们翅膀硬了，管不住了，连夜让人把他们全部撵出了府，送回柳州老家去了。偏巧今日王爷留宿宫中，不在府里，王妃严令不许惊动王爷。这会儿正躲在正院里哭呢。走吧，去正院瞧瞧。依靠，真亏他说得出。姑娘，您随口编两句王爷要查陪嫁的话，竟真把王妃吓得自断手脚，把心腹全赶走了。他心虚，自然不敢去向王爷求证。这府里现在除了我，他谁也信不过。往后，他
他就只能乖乖待在我的股掌之中了。本王听说了，昨夜里发了好大的火。是臣妾管教无方，那几个丫头竟砸坏了奏高，坏了御赐之物。臣妾怕连累王府，便私自做主，把他们撵回柳州了，还请王爷恕罪。不过是几个丫鬟罢了，送走便送走了。如今天大地大，王妃的身子最要紧，我要为这些小事伤了神。小九儿，今日去书房，王爷若是问起府里的事，你可得仔细着回。还有，王爷喜欢文静的，你多顺着他的性子，想法子多留他在你那儿坐坐。长姐快别取笑九儿了，九儿只想替长姐分忧，哪懂什么笼络人的法子。傻丫头，你得宠了，姐姐在府里的位子才稳。去吧，别让王爷久等。真是讽刺，2个月前他还防我如贼，如今却上赶着教我如何勾引他的夫君。桑枝，方才长姐可曾盯着我的发簪瞧？王府只顾着叮嘱姑娘如何讨王爷欢心，压根没往您头上瞧。看来他根本不知道这簪子是信物。也对，偷来的身份哪能知道的这么全？这是我生母的遗物，小宝，往后你拿着它到了京城，给守城将士看，他们便能带你寻到我。夏日暑热，王爷歇会儿，喝些凉茶润润嗓子。你这发簪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九儿从小带在身边的旧物，王爷觉得不妥。你是小宝对吗？那风筝，那写字的笔画，你才是小宝是不是？王爷，什么小宝？九儿听不明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宝，我阿娘都这么叫我。王爷，您在说什么？什么小宝？臣妾名为金墨。不，你是小宝，你在生我的气，对不对？气我这些年认错了人，气我没能第一时间找回你，是不是？这簪子是我生母的遗物，那风筝的扎法，除了你，没人会。你忘了吗？小时候你每日在柳家花园里陪我玩，你笑我笨，什么都不会。你带我爬树，教我捉鱼，你还把泥巴糊在我脸上，笑着叫我泥娃娃。你应该记得啊！那是阿娘还在世时，我这辈子最快活的日子。谢玉，听到你提起这些，我心里的酸疼一点也不比你少。可我现在绝不能记得。王爷，您吓着九儿了，九儿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金墨，金墨，对不起，是本王失态了。快让本王瞧瞧伤得深不深。金墨，对不住，是本王太鲁莽了，疼吗？不疼，王爷，九儿真的不疼。这点伤算什么？比起当年刘锦华够生生生咬掉我腿上一块肉的疼，这连挠痒痒都算不上。谢云，心疼了吗？心疼就对了。王爷，不可！别说话，本王送你回去。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怎么见了一回红这手怎么破成这样了？王爷，求你救救我家姑娘啊！只是擦伤，快去拿药。我们姑娘那时候还小，一觉醒来就看到阿娘胸口插着刀，躺在血泊里，她受了刺激，当场晕死过去。醒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王爷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家姑娘命苦啊！那年先皇离开柳州后，柳家得了一大笔封赏，举家还清，可谁也没注意到七姨娘。连金墨这个名字都是大人们后来告诉他的，求王爷千万别再问姑娘小时候的事了，她受不得刺激，再想下去会要了她的命的。失忆，你竟然也失忆了？很意外吧？刘锦华为了博取你的怜悯，连我的遭遇都要照搬。
可现在的我，才是那个真正支离破碎的人。王爷，求您别再说这些话了。我们家姑娘只是个卑微的庶女，在这高层深二里本就过得艰难，一切都是身不由己。您现在多疼我们姑娘一分，回头那些明枪暗箭，就让她的日子更难过一分啊！谁敢动她，本王便要谁的命！对不起，小宝，都怪我不好，是我回来晚了，让你吃了这么多苦。姑娘，疼吗？一点小伤算什么？姑娘，我刚才在那儿哭天抢地的，演的怎么样？好极了，谢云现在心里那盏秤已经彻底偏过来了。其实我根本没失忆，可在这吃人的柳家，不装失忆我活不到今天。只有这样，那些害死我阿娘的人才会放过我。为了让他们相信，我醒来后整日缠着柳锦华，逢人就夸她是全天下最好的姐姐。我装作完全不记得她把我推下枯井扔进池塘，久而久之，大家看我的眼神就只剩下同情，都叹一句真是个可怜劲儿的。如今连王爷也深信不疑了。愧疚是男人最致命的软肋，再加上这份怜惜，他的心迟早会长在我身上。快歇着吧，听说你受惊伤了手，怎会伤成这样？让长姐惦记了。方才王爷不知怎的，一个劲儿地提起当年住在柳家的旧事，九儿拼了命地想，可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越想越觉得头疼欲裂。这一晃神没站稳，竟在王爷面前摔了跤，平白惹得王爷不快。想不起来就对了，既然都忘了，就别去钻那牛角尖。明儿一早我就去告诉王爷你失忆的事儿，省得他再拿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来烦你。小九儿，你要明白，以前的事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以后的路要怎么走。既然王爷现在怜惜你，我这个做姐姐的自然要给你谋个体面。他怕极了谢玉深究，急着想拿富贵堵住我的嘴，好把旧事彻底模糊过去。柳氏经墨，世亲至孝，温婉有度，今册封为四品才人。侍妾不过是引谢远入群的饵，若要架空你，这王府的权柄，我必须一点点握在手里。哟，恭喜柳才人大喜！才人今日进封，真是咱们这些当下人的造化。您瞧，是不是也分些喜气给我们，好让我们沾沾光？哟，就这几个字儿，打发叫花子呢。到底是从柳州那种穷乡僻壤出来的小门户庶女，这副穷酸样，瞧着还没咱们这些当下人的体面。哼！姑娘，成了。去吧，把这些话传得全府皆知，一个字都别漏。桑枝，你手脚也快些，等这2把扇面绣好了，明日一早你便悄悄拿出去当着，好歹能换些散碎银子支应。卖什么？本王的侧室，竟沦落到要靠变卖女工度日吗？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些刁妇在背后如何编排你，本王已经听到了，你不必理会，本王自会处置。是我不好，今日只顾着忙于政务，竟忘了为你进封贺喜。下人竟敢编排主子，这王府什么时候没了规矩？每人领20板子，罚半年月钱，送去庄子上做苦役。小宝，以前你没有的，往后我都会补给你。九儿谢过王爷。这番心意我很满意，不是为了这些金银珠宝，而是我要让整个王府都知道，以后该听谁的。自从认定我是小宝后，
他再没去看过刘锦华，但这并不够。他不处置刘锦华是惦记那孩子，等孩子出生，这一切恐怕都要翻篇。王爷，臣妾有一事想请王爷恩准。你我之间何须用请字？说吧。如今长姐怀有身孕，王爷若是为了关心臣妾而冷落了长姐，只怕长姐心思重会伤了心。若雷及胎儿，那便是臣妾的罪过了。臣妾听闻京中女子怀孕3个月会有迎福宴，专门邀请亲朋好友来为胎儿祈福。不如王府也办一场迎福宴吧，全当是为长散心，好让她高兴些。你总是这般善良体贴，本王准了。只是她尚且在孕中，不宜操劳，这一切事务还得辛苦你来操持。姑娘快瞧，这些续爵人家可真是人精，除了送给王妃和胎儿的，给咱们弦月阁的这份，可一点不比正院的薄。这些世家贵族最会见风使舵，略一打听就知道，谁才是王爷放在心尖上的。长姐，这是外头几位夫人送给九儿的。九儿不过是个妾室，哪配用这么贵重的器皿珠环？九儿挑了几样最好的，特地拿来给长姐。你有心了，既是人家送你的，你收着便是。九儿能为长姐操办这迎福宴，已是天大的体面。只要长姐高兴，九儿做什么都值了。如今王爷宠着你，外头那些人精自然上赶着巴结。既然是送你的，你便配得起，收着吧。长姐，快别取笑九儿了，九儿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庶女，有几斤几两重，心里清楚得很。这些好东西，只有在长姐这儿才叫相得益彰。哼，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行了，既然这迎福宴交给你办，就仔细着点，别丢了王府的脸面。九儿明白，定不负长姐重托。王爷既然答应办这迎福宴，看来是真的不再疑我了。是啊，王妃如今怀着小世子，王爷怎么会真的为了那个小庶女跟您生分？只要她不疑我了，那小九的作用也就到头了。既不疑她了，那我在她眼里也就从盟友变成了对手，一个要分走她宠爱的对手。在她眼里，庶女从来就不是人。刘家虽然从商，却把嫡庶看作天谴，只需哭一场就能换来原谅。因为在他心里，我们这些庶出的命，连他养的一条狗都不如。姑娘，王妃现在怕是已经把您当成眼中钉了。眼中钉才好，他若不动手，我怎么撕下他那张伪善的面具，让谢烨好好瞧瞧他娶的王妃到底是怎样一副暴虐夜毒的真面目。我这小九儿妹妹最是懂事体贴的，这不，为了给我和胎儿祈福，这迎福宴大大小小的事务，全是她一人在操持，半分没让我累着。到底还是王妃你有气度。这寻常人家，若是孕期被庶妹抢了夫婿宠爱，早该闹得不可开交了。可不是嘛，王妃不但不弃，还处处为她找补名声，真是一副菩萨心肠。姑娘，您听听他们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明明是王妃故意败坏您的名声，你怎么还坐得住？旁人几句数落嘲讽罢了，有什么打紧的？我这辈子只为自己活，那些面子里子在命面前算得了什么？王妃，宴席已经备齐了，还请各位夫人移步入席。小九儿，快过来，让大伙儿瞧瞧。瞧瞧，到底还是王爷疼爱我们家小九。王爷感念他操劳，竟连先皇后留下的翠金丝手镯都赏给了他呢。王爷厚爱，九儿实在受宠若惊。你们瞧瞧，这手镯原本是先皇后的遗物，如今王爷倒是舍得。比起小九儿，本宫这手腕子可就空荡多了。往后在这府里，本宫怕是还要仰仗我们小九儿照应了。一个庶女仗着宠爱，竟敢压到嫡姐头上，真是没规矩。王妃也是太人善了，才让这狐妹子钻了空子。铺垫了这么多，看来重头戏就在这席面上。刘锦华，我等着看你的手段。这一胎得来不易，本宫在此叩谢满天神佛，谢圣上隆恩，谢列祖列宗庇佑。只要这孩子能平安出生，本宫愿在佛前斋戒3年，以报神恩。王妃，你怎么了？不会的，
这宴席是小九儿亲手准备的，怎么会有人给本宫下毒？都给我闭嘴！慌什么？桑枝，立刻去请王爷和太医，要快！是，你们几个去铺好厚软褥子，抬一张罗汉床过来。管家何在？立刻封锁院门，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。再去督府衙门请捕快，就说王府有人投毒，意图谋害摄政王妃。这柳才人，还是先将王妃扶回正院吧，这厅里乱糟糟的。扶回去？如今连中的什么毒，药性如何都未可知。若在路上颠簸，导致药性走窜，毒发攻心，你担得起这个责吗？今日谁若是想踏出这院门一步，我便只能怀疑，他就是那个投毒之人。这些日子在王府立下的威信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刘锦华，你想演，我便陪你演场大的。为了演这出戏，你倒是真舍得对自己下狠手。王妃如何了？回王爷，王妃是轻微中毒，好在分量极少，用量不大，并不伤及性命，只需吃几服药，静养数日便可。王爷，毒下在这一壶茶水里。这宴席可是柳才人一手操办的。王妃和胎儿若真有个好歹，这府里受益最大的是谁？投毒的自然就是谁。一个商女出身的小庶女，仗着有王爷几分宠爱，竟然想上位想疯了，可不是嘛！方才在花厅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，哪把正妃放在眼里过？这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他信我，可是在这片刻的迟疑之后，他才选择信我。谢韵，如果你真的全心全意爱我，又何须思忖？今日这场宴席从头至尾都由你全权负责，到底何人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下毒？你心中可有个数？金墨，不可！今日宴席确由臣妾一手操办，无论这毒是谁下的，出了这样的乱子，都是臣妾的失职。臣妾身为庶妹，却遭此无端指责，更愧对王爷的信任与长姐的安危。既然说不清，那臣妾愿以死谢罪。王爷快瞧，这贱婢指甲缝里藏着东西。拖下去，让侍卫就地审，哪怕是打烂了他的骨头，也得让本王听个实话。回王爷，那贱婢招了，是王妃指使他趁乱在茶壶里下毒，目的就是为了嫁祸给柳才人。刘锦华，你原本算计得极好，有人指责我，有人送你回房，这丫鬟趁乱清理指甲，再由这些夫人添油加醋，我便永无翻身之日。可你算路了，我不仅敢封死院门，不让任何人走动，更算路了，我敢喝下那壶茶。姑娘，王爷已经往正院去了，说是要亲自处置王妃。这么说，正院那边现在正热闹着呢。姑娘，您方才胆子也太大了，那毕竟是毒药啊，您怎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想都不想就喝了那么多？万一……傻丫头，刘锦华是这肚子里的胎儿如命，那是他在王府立足的唯一指望，他怎么舍得给自己下中毒？不过是些让人看着凶险，实则并不伤身的药，做做样子罢了。他能演苦肉计，我自然也能。他这些年被父亲娇惯坏了，以为那些拙劣的小伎俩谁都会信，却不知他这出戏
从开头就在我的算计里。所以您是故意激他来害您？我不激他，他怎会如此迫不及待地自投罗网？今日之后，他不仅仅会彻底失去谢玉的宠心，还会背上残害庶妹的罪名。而谢玉，他刚才既然怀疑过我，此刻心中定是万分愧疚。这份愧疚，才是我在这王府里最稳妥的护身符。小宝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平白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和诬陷。王爷千万别这么说，不怪王爷，九儿身份卑微，本就是个妾室，能有幸替长姐操办迎福宴，已经是九儿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了。宴席上出了这样的乱子，九儿领罪受罚也是应该的。我已经去正院问清楚了，一切都是他，是他嫉妒我太过宠爱你，才一时鬼迷心窍，动了那些不该有的歪心思。嫉妒，鬼迷心窍，看来你心里到底还是念着那个孩子，想替他开脱几分。王爷，既然真相已明，还请王爷莫要重重责罚长姐。长姐如今怀着身孕，为了腹中的小上子，千万要保重身子。你总是这般懂事，本王已下令将他禁足在正院休养，无事不得外出。才人，王爷有命，王妃有孕需静养，往后这王府的内宅大权与管家之事，便全权交由才人您来操持了。长姐，你的禁足只是开始，这王府的管家权我就收下了。长姐让人传了信来，说想见王爷一面。今日是你的册封礼，是个好日子，不提他。本王封你为侧夫人，往后你管着这个家，才更有底气。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侧夫人，王妃，不，那位在院里瞧见了烟花，打发老奴来问问今儿个到底什么日子，竟闹出这么大动静。回去告诉他，是个好日子。王爷，是王爷来看我了。柳清墨，你来做什么？是专门来看我笑话的吗？都退下。是啊，长姐英明，我正是来看笑话的。我也没想到，我那尊贵无比的嫡姐，竟然也会有今天。瞧我糊涂了，还没恭贺小九晋封侧夫人呢。可小九啊，你要记清楚，侧夫人说到底改不了你庶女出身的事实，在这王府，你依旧只是个妾。王爷禁足我又能怎样？我依旧是他明媒正娶写进族谱的正妻。只要等着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，我的禁足自然能解。长姐说的对，你确实是明媒正娶，这身份，这孩子，确实是你的保命符。可若是这孩子没了呢？若是王爷知道你从头到尾都在骗他，知道你那个所谓救命恩人的身份是偷来的，你觉得这世上还有谁能保得住你？你不敢，你若敢动王爷的骨肉，他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我有何不敢？
长姐莫非忘了，如今这正院里里外外哪里还有你的心腹？所有的下人婆子，甚至连你吃的一口水、一口药，都得听我的差遣。你这个疯子！在这吃人的地方，快变不疯一点儿，怎么活得下去呢？长姐，你说是不是？再过几日，可就是石妹妹的忌日。张姐，死太便宜你了，我要让你在这一日日的恐惧中慢慢疯掉。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别提那个死丫头！小宝，你来了。王爷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般撒娇，也不怕下人瞧见了？今儿个天气好，臣妾去园子里摘了些新鲜槐花，亲手煎了些小饼，王爷快尝尝看，合不合胃口？槐花饼。当年阿娘月前被科赦，只能摘这些不要钱的花煎饼给我吃，那是我的苦日子，却成了你记忆里最甜的味道。味道一模一样。王爷，臣妾今日来，其实是想替长姐求个情。如姐禁足欲在身，还请王爷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免了她的禁足吧。他那样害你，你竟然还要为他求情？为什么？往回数几年，九儿在柳家时，所求不过是每日能吃饱穿暖。那时候，九儿何曾敢想过能过上今日这般尊贵的日子？臣妾现在所得的荣宠，这侧夫人的位分，追根究底，全都是靠着长姐选九儿进府才成全的。九儿感念这份恩德，实在不忍看她受苦。傻小宝，你总是这么善良，你能有今日，靠的是你自己的心性，与他有什么关系？傻小宝，你总是把人往好处想，你能有今日的体面，全靠你心地善良，跟他那个毒妇有什么关系？算了，跟你说这些安糟算计你也不懂，不提他了，免得坏了兴致。不懂，我若是不懂，又怎能把往事一件件拎出来，把你一步步往进这槐花香里？王爷，侧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王妃突然烧得厉害，整个人都烧糊涂了。王爷，求求您饶了姐姐这一次吧！不管有什么错，先传太医为她治病要紧。她肚子里可还有您的骨肉啊！准了，去传太医。放我出去！我是摄政王妃，我要见王爷！你们这群贱婢敢拦我！柳静木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就是一只阴险狡诈的狐狸精！你扮无辜装可怜，骗得我好苦！现在你还想勾引我的夫君，占我的位子！长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九儿只是担心你的身子。王爷，您别被他骗了，臣妾是被他算计了呀！这一切都是他不好的局，他就是一条毒蛇啊！王爷，想害死你的亲骨肉，他还想害死臣妾，他想要臣妾的命啊！王爷，你快下令杀了他！你是恶事做多了心虚。够了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疯到什么时候？金墨被你那样陷害，
直到刚才还在书房跪着替你求情，求本王免了你的禁足。你不但不思悔改，反而满嘴胡言乱语，如此恶毒的攀咬他。刘锦华，你冒充他的身份，才得了如今的恩宠。你请告诉本王，到底是谁在骗本王？是你，竟然是你！怎么会是你？好啊，好一个小九，当真是好手段！你把我耍得团团转，看着我一步步跳进你的火坑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贱人，你敢盘算我的位置？我今天定要划烂你这张狐妹子的脸！尔敢！刘锦华，你是真疯了，竟敢在本王面前公然刺杀亲妹妹！王爷，九儿好怕。这荷包是六姨娘的。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我不怕你们！你们活着的时候我不怕，死了难道我还能怕你们这些阴魂不成？滚啊！果然，不仅是我阿娘，连六姐姐的亲娘也是你杀的。看好他，别让他伤了孩子。秦母，等那孩子生下来，本王便将他抱到弦月阁，记在你名下抚养。好，大人的错，孩子总是无辜的。中秋夜，家家欢聚，可我守着这泼天的富贵，却依旧没有家，更没有半分归属感。月色照美人，小宝，你真美。王爷吃醉了，九儿再去给您煮碗醒酒汤。小宝，小宝，今晚别走。王爷，今夜月色正好，再饮一杯。进府大半年了，我找了无数借口，先是怕长姐不适，后来是自己头疼惶恐，如今我才明白，我只是打心底里就不喜欢她。王爷醉了，扶他去书房休息，莫要惊扰。长姐，中秋快乐！还记得以前在柳家，每年中秋，父亲都会带着咱们姐妹一同赏月。长姐那时候总是众星捧月，可还记得那些日子？记得又如何？你一个小庶女，那时候每年最盼着中秋吧，因为只有那日，你才能集粮赏钱，添件新衣裳，甚至能有机会跟父亲说上一两句话。是啊，反而极其坦然地点了点头，唇角勾起一抹似有若无、平静无波。以前我确实很是羡慕长姐，羡慕你轻而易举就能拥有我所想要的一切。但是往后，长姐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是吗？那长姐恐怕还不知道，如今在外人眼里，你已经是个疯子了。你胡说！你这个贱人！王爷绝不会这样对我。我是王妃，我肚子里还有世子，他不会这么绝情的。刘清华，没想到吧？你当初特意跑回柳家，想选个替死鬼来帮你留住这王府的荣华富贵，可到头来，这一切全都成了一场空。王爷亲口说的，
等你腹中这孩子落地，便由我来抚养。而你这辈子都只能待在这正院里，终生禁足。王爷早已对外宣称摄政王妃突发恶疾，心智全失。长姐，你觉得这大齐朝哪有让疯女人继续当家做主的道理？你这个……今晚的月亮真像个洁白的玉盘。小时候，我阿娘常抱着我看月亮，她说每个月最好的日子就是月圆的时候，因为那晚父亲会去嫡母房里，嫡母一光兴，那几天便不再刁难我们。我阿娘这辈子活得最是清醒，当初她卖身葬父进了柳家，从来不争宠。她唯一的心愿就是盼着我能活得快活些，所以她从不拘着我，哪怕我上树树下河捉蚂蚱掏鸟窝，她也从不责骂，只会笑着拿帕子帮我擦汗。她把我当心肝一样疼着，可你却让我亲眼目睹了她惨死的样子。你在胡扯些什么？疯了！你真是疯了！胡扯！当年你指使奶娘闯进屋子，一刀刺向我阿娘的时候，你难道不记得了？你之前三番两次想弄死我，把我丢进枯井，把我推进池塘，可偏偏我命大，次次都活了下来，所以你就杀了我的阿娘。这些血债，你当真以为能忘得干净？你没有失忆，你根本就没忘。这些年你一直在骗我，你全都是装的。多年隐忍突意外，我不假装失忆。我要怎么在那吃人的柳家活下来？没了阿娘的庇佑，你想弄死我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。刘锦华，为了在这世上喘口气，为了能等来今天，我当然得装啊。你别过来！我肚里怀着的可是王爷的世子，你敢动我，王爷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是啊，这确实是个尊贵的世子，但长姐，她也得平平生生下来才算数呢。快来人！救命！柳继墨要谋害本宫！快来人！别喊了，长姐当初处心积虑选我进府，怎么也没算到，有一日这王府内宅上上下下都会只听我的安排吧。放心，我不会杀你的，杀了你会脏了我的手，更会坏了我对阿娘的承诺。今日是中秋节，阖家团圆的日子，我来这儿不过是想和唯一的家人好好团聚团聚罢了。张姐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叫金墨吗？阿娘说，金墨是一味药材，能止血。她希望我这一辈子无论受了什么伤，这名字都能庇佑我。阿娘刚进府那2年，确实受过宠，所以父亲才破例给了她一个起名字的待遇。可惜父亲身边从不缺美人，新鲜劲儿一过，他就彻底忘了阿娘。那时候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快点长大，我想带阿娘离开柳家，寻个依山傍水的小镇子，扎扎风筝，绣绣手帕，日子总能凑合过。可我没等到那一天。阿娘，外头可热闹了，咱们也去瞧瞧吗？小宝乖，外头的热闹跟咱们没关系。那一晚，何府欢庆，可谁也没想到，我阿娘连那天晚上都熬不过去。
阿娘，我心口闷得慌，恶心。小宝，快走！开门！救命啊！快来人救救我阿娘！小宝，快听阿娘的话，去睡着。阿娘没事。阿娘，我帮你止血，我叫金木，我是药，我能止血的。小宝，快听阿娘的话，去睡着。阿娘没事。阿娘，我帮你止血，我叫金木，我是药，我能止血的。你要好好活着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我叫金墨，本是止血的药，可我却一点用都没有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最爱的人血流干了死在我面前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想，阿娘明明看见了杀她的人，为什么到死都不肯告诉我真相？后来我终于明白了，她是怕有人在外面偷听，怕我知道真相后去报仇，会惹来杀身之祸。哪怕到了生命最后一刻，她想的都是如何护着我，让我在那吃人的宅子里活下去。阿娘临死都惦记着要让我在这偌大的宅子里活下去。我很听阿娘的话，为了活下去复仇。我醒来后就失忆了，我在你面前演了这么多年的戏，好不容易才让你放过了我。我就想亲口听你说一句，当初你为什么要让人杀我阿娘？我说，我讨厌你们这些庶女，你们每一个人出生，我都恨不得立刻弄死。你连父亲留下那个宫女，我恨极了，她肯定又会有许多日子不去我娘屋里。我要让那个宫女明白，在柳家，妾室永远只是低贱的奴婢。你知道吗？你明明是个低贱的庶女，却每日都把那副笑脸挂在脸上，我看着简直恶心极了。我就是想亲眼看看，等你阿娘死在你面前了，你这张脸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原来阿娘的命，在你眼里只是用来警示别人的工具。阿娘，你说手上不能沾血，是不想让我报仇，想让我平安。可我没答应过你，我会放过这些杀人凶手。刘锦华，我会让你明白，活着有时候比死更痛苦。阿娘，你在天有灵，可看到女儿为你讨回公道了。阿娘，小宝很想你。听守门的婆子说，你昨晚去过正院了。昨儿是中秋节，万家团圆，九儿心里酸肃，总归是想起家里的亲人了。小宝，你就是性子太软，心地太善，你一次次顾念姐妹情分，原谅她，可她这种人只会变本加厉。王爷别说了，张姐再错，肚子里到底还怀着王府的骨肉，臣妾总是惦记着的。王爷，侧夫人，史策道夫人，不好了，正院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王妃出什么事了？王妃疯了！今儿晨起，她突然冲到院子里狂笑，大喊大叫，说有人要害她的孩子。她手里攥着几只尖细的簪子，见人就扎，丫鬟们都被扎伤了好几个，现在谁也不敢靠近。那长姐现在人呢？王妃顺着梯子爬到正房顶上去了，缩在瓦片上，死活不肯下来。王爷，快去瞧瞧！放我出去！你们这群恶鬼，走开！再不让我出去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要被你们掐死了！恶鬼，好多恶鬼围着我转！王爷，救救孩子！他们要拿我孩子的命去抵账啊！侍卫，还愣着做什么？上房顶把他给本王拽下来！七娘，七娘，连你也从地底下爬出来找我索命了吗？
你中了迷香，浑身无力。你要是能动，没准还能反抗一下。是你自己命短没力气，怪不得我，怪不得我！你别笑，你以为你现在过得比我好，你就能笑我？你做梦！你生生世世都只是个卑贱的妾室，我娘才是正妻，她才是名正言顺的正妻。所以我永远都比你女儿尊贵，你女儿这辈子都得跪在我脚底下求饶。你往我上脚底下求饶。拦住他！小宝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期待这个孩子。他告诉我怀有身孕的那天，刚好是我母妃的生辰。我当时高兴疯了，我以为是母妃舍不得我，换了个法子回来看我了。母妃走得早，这宫里宫外，所有人都对我毕恭毕敬，却从没人在乎我心里在想什么。那年在柳家，我坐在树下梦见了母妃，醒来后心里难受的想死。我坐在树下梦见了母妃，醒来后心里难受的想死。只有你看到我哭了，没把我当成高高在上的皇子，而是把我当成朋友。你送我风筝，哄我，请我吃槐花饼，陪我一起玩闹。难怪你把小时候那点事儿看得比命还重，原来你找的不是我，是你心里那个洞。真是造化弄人，我本无意害他的孩子，我只想要你刘锦华偿命，可你偏偏自己吓死了自己，还带走了谢玉唯一的寄托。侧夫人，那位自打没了孩子，就再没进过一口水母，整日里缩在墙角嘀嘀咕咕，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胡话，瞧那模样，怕是活不成了。留着他吧，那是他的命。你们也不必太尽心管着，别让他闹出动静，惊扰了王爷就行。是，老奴明白了。长姐，瞧瞧你现在的样子，谢莹再没来看过你一眼，你的死活在他眼里已经没了一丝分量。嫡母疯了，刘锦华，你最引以为傲的母家之城彻底塌了。小九，你长姐福宝死就死了，不打紧。现在王爷最宠的是你，你可得争气，好好伺候王爷。咱们柳家的飞黄腾达，现在全指望着你一个人了。父亲放心，我会让柳家名声大安的。刘老爷，摄政王有令，是你欺瞒之罪，教女无方，带走。父亲再也回不去柳州了。消息传回去后，姐姐和姨娘们分了田产铺子，各自散了。曾经热闹的刘府，顷刻间成了一座死宅。金墨，我已经定好了日子，要册封你为王妃。在我心里，唯有你能担得起这个位置。封妃那天，便戴上这副头面。若是长姐还活着，这个位置会轮到我吗？王爷总说惦记我，可当初发现长姐冒名顶替时，您并没有降罪，反而娶了她。那时候，您是真的惦记我吗？您既然觉得她岁数不对，觉得失忆的借口也站不住脚，为什么不继续深究？您宁愿信了她，宠了她，也不愿多看真相。王爷找寻的到底是当年那个陪着您的小姑娘，还是只是为了完成您心中的执念？那个小姑娘是长姐时，您爱的是长姐，现在变成了我，您爱的又是我。王爷，您真心爱的到底是记忆里的人，还是现在站在您面前的我？渴望能会走到了盛夏，却盲目的等本王想清楚，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你不需要给我答案了，我心里很清楚，你没那么爱我，你爱的自始至终是缺爱的自己。过往记忆只是填补内心空缺，你却误以为这便是爱意。好在我也并未倾心于你，所作所为只为见你复仇。识人出错，便要为自身愚昧承担后果。走吧。姑娘，这簪子真不带走。
留给他吧，总得让他知道，我一直都记得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京城传来的稀奇事儿，听说那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他的爱妃撇下他跑了。真的假的？那可是摄政王妃啊，泼天的富贵说不要就不要啦？那还能有假？听说全天下的衙门都收到信儿了，谁能帮王爷找回王妃，赏金能盖3层楼呢。还有人说，王爷整日躲在府里，拿着王妃留下的旧物哭个不停呢。小莫，你读过书，你说这传言你信吗？大娘，这传言真真假假的，有什么打紧？当个乐子听听就过了。这菜挺新鲜，晚上清炒定好吃。桑枝，一会儿再去捞点田螺回来炒啦。好嘞，晚上关了门，咱俩再喝杯小酒。快活，妙哉。